各位親愛的同學們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HSK 5級的考前輔導系列課。如果你是我們的老朋友，已經聽過老師很多課了，相信你對老師的講課內容已經很熟悉了。我們今天如果接着聽的話，那就還是講我們的寫作部分，書寫，對不對？書寫之前我們說了什麼？我們說了，你應該怎麼去寫？你應該注意哪些地方？然後名詞怎麼把一個詞變成一個句子，动詞應該怎麼把動詞變成一個句子，對不對？今天我們就接着來說一說，除了名詞和動詞，大家在給定的5個詞當中，還有可能遇到什麼詞呢？對，我們還會遇到形容詞和副詞。所以今天的課程就是教一教大家怎麼把一個形容詞變成一個句子，然後再學一學怎麼把一個副詞变成一個句子。好，現在你們都準備好了嗎？我們的課程就要開始了，一起跟着老師去看一看吧。首先我們從形容詞開始說起。形容詞具體有哪些用法呢？我們在寫作的第一部分都非常詳細的告訴大家了，不同的句型、不同的搭配也已經告訴你了。所以如果你還不熟悉的話，一定要回去再聽一聽那部分的課程。今天我們主要找形容詞4個主要的句型，這4個句型可以幫助你快速的把形容詞變成一個句子。我們就從最簡單的第一步來看吧。第一個給大家的句型就是主語、副詞再加形容詞，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了，對不對？這個句型相信現在聽課的各位一定非常非常熟悉了，閉着眼睛都能說出來這樣的句子，對不對？都不用去想。那我們說副詞可以放在形容詞的前邊，一般會放哪些副詞呢？一般呢，我們說形容詞用一些比較加深程度的副詞，对不对？我們以煩惱為例，煩惱是一個形容詞，你有煩惱了，你感覺到不開心了，有發愁的事情了，你就說我很煩惱，對不對？如果你發愁的事情特別多，那就是非常煩惱。如果事情特別多，對不對？我們還可以用特別這個副詞直接來說特別煩惱。那在這裡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如果給你一個煩惱，讓你去想煩惱的一個固定搭配，你會想到什麼呢？3秒鐘的時間想一想。好，時間到，3秒鐘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啊。那有沒有腦子裡直接就出現一個關於煩惱的搭配呢？非常希望大家的回答和老師想的是一樣的。比較常用的一個搭配就是感到煩惱，對不对？感到是什麼呀？表示你的一種感覺，它是一個動詞，对吧？它是一個什麼類型的動詞呢？我們說跟可能性、跟個人的情感有關的動詞，這種動詞我們一般叫它能怨動詞或者是情態動詞，對不對？這種動詞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，就是一般都會放在另一個實際有動作意義的動詞前邊，或者是放在我們的副詞、形容詞這個結構後邊。為什麼這麼說呀？在漢語當中經常說句子是主謂賓，那說到謂語一般想到的是動詞，除了動詞，我們的形容詞也是可以當謂語的。如果一個句子裡沒有動詞，只有形容詞的話，那一定要記得形容詞前邊還應該有一個副詞。所以感到，如果你想把煩惱變成一個句子，你可以說我感到煩惱，我最近感到非常煩惱，因為考試就要到了，但是我的書還沒有看完，我很擔心自己考不好，對不對？這就是感到和煩惱經常在一起搭配，記住這個固定搭配。那除了非常、特別，我們說還有什麼樣的副詞可以表示程度比較深呢？也就是我們這裡所說的2個非常簡單的漢字，十分，對不對？也是程度比較深的意思。那我們接着來看一道題目，同樣是來自於真題，給大家5個詞，你們想一想，用這5個詞想一個小話題，在這個小話題之下再想一個句子。
用到的詞呢就是我們的煩惱。好，一起來想一想吧。大家一邊想，老師一邊給你們念一念這5個詞，看一看，檢查一下你是不是都認識呢？第一個，煩惱，剛剛已經說了很多回了。第二個，灰心。第三個，面對。第四個，交流。第5個，建議。意思大家都知道嗎？煩惱剛剛說過了，那灰心呢？想一想，心是什麼顏色啊？紅色，紅色變成了灰色，灰色給你什麼感覺啊？对，灰心啊，就是你感覺到好像沒有信心了，你對它呀，失去了信心，你不太相信你能夠考好，你感覺到自己有一點灰心了。面對呢，有面有對，對着看你，面對，老師和你就是面對着的關係。那交流呢？我們經常交流一些關於學習漢語的方法，關於考試的一些技巧，對不對？我說，你也說，我們互相都說一說，聊一聊，這個過程啊，就是大家交流的過程。最後建議，你有什麼問題，你希望別人給你一些好的方法，給你一些好的建議，對不對？這些詞都是大綱詞彙。寫作書寫部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啊，題外話再跟大家強調一下，就是一定要掌握每個詞的意思。如果你連詞的意思都不知道的話，那這道題做起來那真的是非常難了。好，不多說了，我們看一看這5個詞，大家能想到的是什麼樣的話題呢？有煩惱，可能是工作當中、生活當中，也可能是學習當中，對不对？在座的各位應該大部分都是學生吧？那我們就來聊一聊學習方面的話題。其實在書寫部分啊，學習方面的話題可以寫很多小故事，也可以寫一些你個人对於學習的一些觀點和看法。所以呀，學習這個話題相關的一些表達，相關的一些句子，希望大家多練習練習，說不定考試的時候就可以直接用到了呢。那我們說學習有什麼煩惱呢？課程比較多，漢語比較難，對，都可以。在這裡呀，就給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句子，讓你用在開頭。比如說書寫，你想要寫關於學習的，怎麼把這個故事展開呢？怎麼來告訴別人這個故事呢？先說時間，最近發生了什麼事？最近我感到很煩惱，告訴別人了你感到很煩惱。那我們多說一句嘛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後邊就可以說你的具體的故事了。你遇到了什麼困難，讓你覺得很煩惱？然后在面對這個困難的時候，你有沒有找別人交流呢？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、你的老師有沒有給你建議呢？那你一開始可能有煩惱，感到灰心，後來你還會灰心嗎？對，這個呀，就是我們說怎麼把這些詞放在一個主題下邊，把它串起來變成一個小故事。所以這句話大家可以用在開頭，用來引出你這樣一個小故事。好，第一個非常簡單的句型一定要掌握。這個句型如果你遇到了形容詞，一定可以用得上的。所以呀，簡單而又有用。為什麼把它記下來呢？再看我們的第二個，形容詞前邊用了非常、特別、十分，說明程度非常深，對不對啊？那我們說有的時候呀，我可能不會特別灰心，不會十分煩惱，我只是有那麼一丟丟，對不對啊？這個時候用哪個詞？這個時候呀，我們用有點兒。把有點兒放在形容詞的前邊，強調程度不是那麼深，但是呀還有，對不對？那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，就用這道題當中的灰心這個詞。如果你只是有那麼一丟丟的灰心，在作文當中你就可以寫有點灰心。同樣也可以和感到一起搭配。最近我感到有點灰心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考試成績不太好，我感覺自己好像漢語學的不是那麼好，所以呀，有點灰心。可以。再看，再給你們一個詞，陌生，什麼意思？
对，不熟悉，不認識，它對於你來說是陌生的，對不對？也可以有點陌生。剛到中國的時候，你對中國感到有點陌生，但程度不是那麼高，所以呀，只是有點兒。再看下一個，沒有下一個了。我們回到剛剛這兩個詞啊，我們說灰心、陌生以及一些煩惱等等的之類的形容詞啊，你也可以用在有點兒，再加形容詞這樣的句型當中，同時也是用這句話。用這5個詞，大家呀也可以完全就把它套進去，對不對？最近我感到有點煩惱，因為最近我感到有點灰心，因為發生了一件什麼事情讓我感到有點不開心了，是不是？剛到中國的時候，我覺得中國的環境對我來說有點陌生。剛剛進入學校，面對一些新的同學、新的舍友，我感覺到學校的環境也是怎麼樣啊？有點陌生的，所以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。第一個是直接用一個副詞，副詞非常、特別、十分，給大家3個不一樣的選擇。這個時候呀，你的寫作當中就不要總是用很了，要用一些更多的不同的表達。第二個，給你一個有點，表達程度不是那麼深。好，我們接着再看下一個，形容詞還有什麼樣的句型呢？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想到呢？給你們提個醒吧，比如說呀，時間越來越長，你在中國的時間越來越長，你呀就感覺漢語越來越容易，因為每天都和中國人在聊天，都和老師在學習，和同學一起來討論，來交流一些學習的技巧，對不對？所以漢語其實沒有那麼難了。這個時候表達程度慢慢的變深了，你應該用什麼呢？非常好，我們用越來越，這也是一個萬能的模板記下來吧。怎麼說呢？我們看，給你一個開心，我在學校待的時間越長，我越開心，對不對？我越來越開心。還有樂觀，一開始可能有點灰心，但是別人給了你建議，你慢慢的也適應了新的生活，不再那麼悲觀了，也不灰心了，你變得非常積極，非常樂觀，所以你是越來越樂觀了。第3個，信心。剛開始學習的時候，我要記單、記拼音、記生詞、記漢字、記語法，還要記好多的句子，對吧？所以覺得漢語很難，我覺得自己可能學不好，沒有信心。但是到中國以後呢，發現老師講完了，跟中國人聊的天也越來越多了，發現漢語沒有那麼難學了，成績也越來越好了。所以你是不是越來越有信心了呀？這個是越來越有信心。在這裡為什麼把信心這個名詞放在這兒是可以想提醒大家一下，有信心可以當做一個形容詞來用，雖然它不是形容詞，但是它有形容詞的用法。這樣的名詞還有什麼呢？比如說我們說興趣，對不對？有興趣，越來越有興趣。能力，你非常厲害，能力變得越来越多了，說這個人能做很多事情，會做很多事情，說他很有能力，是吧？所以很多名詞加有可以充當一個形容詞。好，我們再來看，除了越來越直接加形容詞，用一個更高級的表達是什麼呢？对，把這個動詞放在你的句子裡。我們的難度是一步一步上來了，具體這一些表達、這一些句型的講解和例子我們在寫作的第1部分都告訴大家了。這裡老師就不耽誤大家寶貴的時間了，我們主要是回顧一下，把它掌握了之後，直接從你的腦袋裡提出來，用在你書寫的第2部分，好不好？所以在這裡要提出來的是什麼？主語加越加動詞
再加越加形容詞。其實越來越來就是一個動詞，對不對？在這裡我們只是把來換成了別的動詞。我們再看幾個簡單的例子吧。比如說你開心，你越來越開心，為什麼呀？因為見了老朋友了，跟他一起聊天兒，想起來大家一起學習，一起旅行，一起生活的很多的事情，對不對？你們是在聊天的過程當中變得更開心了，所以這個開心是在聊天的過程當中實現的。我們說動詞是什麼？聊，越聊越開心，對不對？句子。我和朋友，主語誰呢？是我和朋友。你們怎麼樣？你們在做什麼？你們在聊，聊的結果呢？變得更開心了。所以我和朋友越聊越開心。再看，剛開始沒有信心，但是你到中國來學習漢語了，你來聽老師的課了，你非常努力的在學習漢語，成績越來越好，水平越來越高，你呢越來越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為什麼有信心啊？你做了什麼呢？你努力了，努力就是你的動作，這個動作的結果就是你變得有信心了。我們用越加動詞加越再加形容詞，就是越努力越有信心。說的是誰呢？說的是正在聽課的各位同學，所以是你們越努力，相信也就會越有信心。很好，那我們看完了這兩個比較類似的句型，來做一個小練習。給大家10秒鐘的時間，看一看這5個詞。好，老師來給你讀一下，聽一聽讀音。因為如果你要考網絡考試的話，打字拼音一定不能錯呀。第一個聚會，第二個碰見，第三個開心，第四個曾經，第5個改變。找一找哪個詞比較簡單？當然是開心了。還有呢？還有個名詞是聚會，也非常熟悉啊，在聚會上非常開心，對不對？那在聚會上發生了什麼，讓你變得非常開心呢？有一個動詞碰見，可能碰見一個老朋友了，也可能碰見你非常熟悉的人，对不對？然後你們以前認識，但是很久沒有見面了，所以他可能有一些改变。再說一說曾經它是什麼樣子的，對不對？所以整個用聚會和開心定了一個主題，然後我們把碰見、曾經、改變放在這個大主題底下之後呢，我們就把它揉在一起了，它就變成你的一個小故事了。那試着用越來越或者主語越加動詞加越加形容詞這2個句型來造個句子吧。想一想，你的主題用的是形容詞開心。不知道你們的句子是什麼呢？一起先来看一看老師給你的這個句子。3個小短句，我們看一看，一句一句來。首先，我和朋友很長時間沒有見面了。好不容易碰見，我們越聊越開心。這個句子不光用到了開心，還用到了碰見，對不對？我們說了，可能是發生在聚會上的事情。那在聚會上發生了什麼呢？你碰見了一個老朋友，說一說你們很長時間沒有見面了，對不對？因為你要用曾經，用改變，所以交代的清楚一點。我和朋友很長時間沒有見面了，好不容易碰見，非常不容易，難得有這樣一個機會，在一次聚會上見到了彼此，好不容易碰見，然後呢，非常開心，对不對？一起聊天，我們越聊越開心，用的其實就是這個例子。所以說
給大家5個詞，你們首先要做的一定是定主題。定好了主題呢，我們再說，在這個主題之下，這些詞都能寫出來什麼樣的句子，然後再想這個是名詞還是動詞，是形容詞還是副詞呢？我們已經講過了什麼？講過了名詞，怎麼把名詞變成句子，也講到了動詞。這節課呢，還講到了形容詞，形容詞有4個小句型，這些呀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掌握的。到這裡呢，我們說形容詞應該怎麼寫句子，也都給大家講解完了。下邊啊，我們就要開始講副詞了。副詞其實比較多，對不對？很多，比如說像曾經，它就是一個副詞，表示的是時間，對不對？說是副詞啊，其實在考試當中呢，主要考2種不同類型的副詞。第一個是表示語氣的，第二個就是剛剛說像曾經那樣表示時間的。我們呢今天的課程也主要呢是把這2類的副詞給大家找出來，帶着大家一起看一看這個副詞啊，你應該怎麼用。說到副詞呢，它位置在哪呀？當然是在謂語的前邊，在你的動詞的前邊，或者在我們說副詞形容詞組合的前邊，对吧？所以位置不要放錯。當你看到副詞的時候，腦子裡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概念：副詞是放在動詞前邊的，副詞是放在形容詞前邊的。所以呀，首先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副詞的位置不能錯。第2點，你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怎麼來用這些副詞呢？副詞它的用法非常多，但最主要的是什麼呀？你得知道它的意思。你只有知道了它的意思，你才知道，這個副詞後邊啊，我應該用什麼類型的動詞來和它搭配，這樣我的這個句子是通順的，我的意思是正確的。今天呢，也是給大家幾個例子，我們一起來看一看，都是大綱裡的副詞，給大家做了一個分類。我們看一看它的意思是什麼，再來看一看老師給你們的例句是什麼。首先，我們從乾脆開始。乾脆是什麼意思啊？在這裡我們說我們今天討論的是乾脆當副詞來用。想一想，你們平時會怎麼用這個詞呢？乾脆不說了，乾脆去看電影吧。就是聊了很多，那最後做一個非常簡單、快速、明了的決定吧。我們直接來，對不對？比如說，我們商量了一下，乾脆去吃海鮮吧。在這裡就是想要幾個朋友在一起，你們想要去吃飯了，吃什麼呢？有的說吃火鍋，有的說吃烤肉，有的說吃炸醬面，說了很多。後來算了，楼下刚開了一家海鮮店，不想那麼多了，我們直接簡單粗暴，對不對？就去樓下吃海鮮，不多說了，非常乾脆，非常利落，乾脆去吃海鮮吧。這個呀是乾脆的用法。再看一個例句，一起來讀一讀。情人節那天，每個餐館都有很多人，需要等很久，我乾脆回家自己做飯了。說這一到過節過年的時候呀，中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，就是人非常多，是不是？去哪兒都是人，動車上、高鐵上、飛機上、餐館、電影院，對不對啊？那情人節那天，又是情人節，成雙成對的，每個餐館都有很多人，情侶都去吃飯了，要慶祝一下呀。需要等很久，排隊要排很長時間，怎麼辦呢？算了，我不排了，是不是？太費勁了，我怎麼樣啊？我回家自己吃，我做飯好不好？可以，這個決定怎麼樣？非常乾脆，非常利落，就是英語當中的 simply， 直接做了這個決定，不多囉嗦了，我乾脆回家自己做飯了。其實啊，它就是一個語氣副詞，在這裡就是表達你說話的一種語氣。什麼樣的語氣呢？
簡單直接明了，我不多囉嗦，我不多想其他的事情，我快速的做了這個決定，那就是乾脆。所以見到乾脆的時候，知道怎麼用了嗎？看完了第一個表示語氣的，我們再來看第二個，這個應該比較熟悉了，多虧是不是？多虧其實就是有你的幫助，我正好順利的完成了某件事情，就是非常感謝，幸虧有你的幫助，對不對啊？看一個例句吧。多虧朋友的幫助，我才順利通過考試。你順利通過考試了，為什麼？因為有朋友的幫助，你要謝謝。其實多虧啊，就是表達一種感謝的語氣。多虧了你，我才怎麼樣。多虧你提醒了我，我才趕上了考試。對，多虧了你的提醒，我才趕上了公交，對不對？這些呀，就是感謝你的提醒，感謝朋友的幫助。如果你想怎麼樣？你想表達一種感謝的語氣，你用哪個副詞？你用多虧。如果題目當中出現了多虧這個副詞，它其實就是說，在你這個小故事當中啊，可能就是有人幫助你了，你要表達對對方的感謝。再來多看一個例子。多虧老師的提醒，否則我就錯過考試了。否則就是 otherwise， 对不對？相反的。那首先呢，老師提醒了你，有了老師的提醒，你沒有錯過考試，因為這裡是否定的，其實啊就是你沒有錯過考試，對吧？所以啊，其實就是感謝老師的提醒，老師提醒了我，我才記得今天有考試，考試的時間是早上9點，我需要早起去考場參加考試。如果沒有老師的提醒，我就錯過了今天的考試，對不對？所以多虧還是表達語氣，什麼語氣？感謝的語氣。再來讀一讀這個例句。多虧老師的提醒，否則我就錯過考試了。好，看完了我們的第二個多虧，再看第三個。最好。最好是什麼？有一個電視劇，不知道你們看過沒有，是一個網劇《最好的我們》，說的呀就是那個時間段啊，語氣非常強嘛，最好 the best， 對吧？那最好表達的是什麼語氣呀？對啊，就是說你覺得這個事情是 number one， 對不對？你覺得就應該這麼做，非常確定，你呀最好you'd better do something。你想要表達這樣的一種語氣的時候，我們就用最好。看一下第一個例句。想要有一個好的身體，最好平時多鍛鍊，提高身體素質。想怎麼樣？想要有什麼呢？有一個好的身體。現在啊，大家都非常強調養生，非常強調有一個健康的身體，對不對？那你想要有一個健康的身体，應該做什麼呢？有的人說，我應該多吃蔬菜，多喝熱水，中國人的傳統，多喝熱水。還有呢，多運動。那你最好做什麼呀？生命不息，運動不止。生命在於運動，最好平時多鍛鍊。就是你的語氣就認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，你應該這麼做。當你想要表達這樣的語氣的時候，我們就用什麼？我們用最好。最好做什麼？最好平時多鍛鍊，提高身體素質。好，我們再來看第二個例子。非常長，其實都可以算一個小段落了，是不是？是表達的什麼？一起來讀一讀，讀完之後我們看一看這句話說了什麼。我認為心情不好的時候，最好和別人交流一下，這樣可以幫助我們緩解不好的情緒。或者不好的情緒，我們也可以說更高級一點，那就是不良情緒。再來看一遍，我認為心情不好的時候，最好和別人交流一下，這樣可以幫助我們緩解不好的情緒，
或者緩解不良情緒。你的觀點對不對？用什麼來表達？我認為，我認為，下邊一定說的是你的觀點。什麼觀點呢？非常長。首先說什麼情況？心情不好的時候應該怎麼做？最好和別人交流一下。你心情不好，不要一個人憋着，你要和朋友說一說，問一問，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，對不對啊？那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？為什麼我要這麼說呢？多說一句，這樣可以幫助我們緩解不好的情緒，或者說緩解不良情緒。用這句話放在這裡，第一個目的告訴大家，最好就是說你想要表達這是你應該做的，這是你認為非常好的一個選擇，你就用最好。第二個是來教一教大家怎麼去寫一個長句子，以及在寫長句子的時候注意標點符號，是不是？你句子這句話沒有說完，千萬不要用句號，你要把它的意思都說完整了，有邏輯的把它說完整了，再畫這個句號。好，這就是2個例句，大家可以之後呀多讀一讀，找一找寫作的感覺。說完了最好，我們接着看副詞很多，一起趕緊看一下吧。第3個是的確，的確呀，那就是表達什麼樣的語氣？肯定的語氣。來，現在的年輕人的確有很多壓力。沒有的確這個句子成立嗎？是對的嗎？一起讀一讀，沒有的確。現在的年輕人有很多壓力，沒有問題。那副詞的作用是什麼？都說了，表示語氣，在這裡強調肯定的語氣，實實在在的是真的。這也是一個非常確定的現象，是什麼呢？現在的年輕人的確有很多壓力。那我們說呀，其實副詞就是表達你的一種，在這裡今天討論的是語氣類的副詞就是強調類的語氣，對不對？用的確。再看一個例子，我們的確需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緩解壓力。這2個句子都是跟壓力有關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還記得我們有一道考題當中給了你2個詞，一個是壓力，一個是緩解，對不對啊？所以呀，這個是根據那道題給大家寫的2個小句子。下邊的比較長，沒有了的確是我們需要做什麼做什麼，用的確來強調我們的確需要怎麼做，就是說非常重要啊，這個是真的，我要強調一下我的語气，的確需要做什麼呢？你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，找這個方法做什麼？緩解壓力。好，看完了的確，還有2個表示語氣的副詞，一起來看一看吧。還有多說的一句話啊，跟壓力沒有關係了，這回跟什麼有關？跟學習效率有關。提高學習效率怎麼樣啊？很重要，你要強調一下，怎麼說？的確很重要。好，我們接着看下一個，格外。格外啊，其實就是一個比較高級的副詞了。剛剛說到了非常，說到了特別，說到了10分，對不对？如果你想拿高分，拿好分兒，我們說你可以試一試格外這個副詞，就是程度更深了。今天的心情格外好，因為什麼什麼。一般来說，很多人給的句子都是今天我的心情非常好，今天我特別高興，对不对啊？你都可以換成格外，就是特別非常的意思，只是更高級了，更書面了。寫文章用它肯定沒有錯，因為後邊呢，你在說具體的原因啊，發生了什麼事情，這個故事是不是就展開了呀？好，我們再來看下一個。為了實現目標，我格外努力。就是說，你有一個目標，為了實現它，你非常努力，你特別努力，你比平常更努力，是不是？格外努力。再看最後一個，他們公司的服務
格外好，因此規模發展的越來越大。首先說啊，人家公司服務好，怎麼好？特別好，非常好。我們說格外好。那這樣有什麼樣的結果呢？因此，後邊表達一個原因結果，什麼樣的結果啊？規模發展的越來越大，因果關係，對不對啊？因為人家服務格外好，所以人家的規模越來越大。這個呀是用到了關聯詞，把兩個小句子連在一起，最後用句號來結束。好，我們這個是格外，看完了格外呢，看我們今天呢表示語氣最後一個副詞是什麼呢？大家非常熟悉的根本，根本也是強調的語氣。比如說，剛到中國的時候，我根本不會說漢語，感覺一切都很陌生。強調一下，我不會說漢語，程度非常深吶。我根本我就不會說呀，一點兒都不會。用根用本都是 root， 對不對？強調最基本的，從心裡來說，打心裡來說，我就一點漢語都不會呀。剛到中國的時候，我根本不會說漢語。英語當中就是 at all。好，感覺一切都很陌生，這也是一個交代背景的一句話。接着看，我很煩惱，根本不知道應該怎麼辦。後來後邊是引出更多的句子和內容啊。我們就看第一句，我很煩惱，用到了剛剛的煩惱，根本強調一下，根本重點來了，強調你的語氣啊，根本怎麼樣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。所以這些副詞不一定說是會在你的考題當中出現，但是出現了的時候，意思你要知道，它的位置你要知道，在动詞或形容詞副詞的前邊，对不对？形容詞的前邊。還有一點呢，就是說你在寫句子的時候呀，如果你有一個非常強烈的語氣想要表達，我們也建議你用一用這些表達語氣的副詞，也是可以幫助大家把文章寫得更漂亮。好，看完了表示語氣，今天來看我們這節課最後一部分，當然也是有很多詞的，表示時間的副詞。第一個臨時，在這裡這些時間副詞，用法其實說它難就難在你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，所以你不知道應該怎麼用，对不对？它的位置你肯定已經知道了，那就是放在动詞前邊嘛，對吧？所以下邊我們就一起來看一看這些表示時間的副詞是什麼意思，怎麼看？當然還是通過我們的例句來看一看。第一個臨時，他臨時有事兒，我們不得不取消計劃。原來是有一個計劃，比如說下星期要開會，但是他臨時突然不是計劃好的，所以不是計劃好的，那就是突然出現的，是臨時的。臨時有事兒要出差，那就取消掉開會的計劃吧，這是臨時的意思。再看一個句子，本來打算去吃海鮮，但是臨時有事兒，我們就取消了計劃。相似的句子，只是這個故事的背景不一樣。這個呢是本來打算去吃海鮮，本來也是強調原來是想要做什麼，原來的打算是什麼？有計劃有打算了，是不是要去吃海鮮，但是轉折了，轉折之後臨時有事兒發生了一些突發的狀況，你不得不取消掉你吃海鮮的計劃，你們我們就取消了計劃，這個是臨時的意思。我們再看第二個是曾經，剛剛提到過，還記得嗎？曾經是什麼意思呀？發生在以前的時間，很好，一起來看。距離曾經會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，然而
隨着通訊的發展，老師後邊沒有寫完，是希望你們來把它完成。這個後邊啊有無限種可能，無限種句子，哎，1000個哈姆雷特啊，好，這1000個讀者心中有1000個哈姆雷特啊，這說多了。所以說啊，你們筆下也會寫出千千萬萬個句子。這裡呢，只是給大家一個引子。這種句子呀，你可以記下來，把它用在你的書寫當中，然後補充後邊的內容，換不一樣的主題，換不一樣的故事，好不好？這樣呢，你就可以寫出更多更精彩的書寫段落了。我們再來看，曾經在這裡是說距離怎麼樣啊？以前距離就是一個問題，你們離得遠，交流起來就不方便，是不是？需要寫信，要等很長時間。然而，轉折，除了但是還可以用什麼？高級一點嘛，不要想但是了，記住然而吧。只要你用但是的地方，你把它換成然而怎麼樣？然而更好哦，不是說更好啊，就是說它更高級，更書面。然而隨着通訊的發展，現在通訊發展了，科技發展了，就有新的情況了，對吧？再看一個，我曾經對自己沒有信心，後來是老師的鼓勵讓我不再灰心，重新相信自己。說的是什麼？這個句子說了說以前，說了說後來，也就是之後發生的事情。曾經啊，就是來強調這件事情是以前發生的，可能呀還比較久了。曾經對自己沒有信心，很久以前啊，比如說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之前，我對自己呀是沒有信心的，或者說你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呀，是一個不自信的人。後來發生了什麼？是老師的鼓勵，強調一下，是老師的鼓勵。老師的鼓勵怎麼樣？讓後邊引出來對象，讓我怎麼樣了呢？我不再灰心，重新相信自己。在這裡，通過不再灰心和重新相信自己呢，還想給大家提一個醒：不灰心了，是不是就相信自己了？韓石老師之前課上經常跟大家說的什麼呀？一個內容你正着說一下，反着說一下嘛，正反湊一塊兒，其實說的更明確，也就是你的論據呀更充分，你的表達事實觀點也就更明確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不灰心，反着說，那不灰心，那我就相信自己了唄，正着再說一句嘛，句子也就變長了。好，看完了曾經，我們接着來看隨時。隨時就是隨時候命，隨時都可以聽我們的課，是不是？什麼時間都可以，那就是隨時。看句子吧，只要我們有問題，老師隨時都會解答。只要引出一個條件，條件後邊是什麼呢？我們有問題，是不是啊？只要我們有問題，有問題會發生什麼呀？老師隨時都會解答。所以說當老師很辛苦啊，不得不說，只要大家有問題，只要你們發微信啊，老師隨時都會給大家解答的。也非常建議大家，如果有問題，因為我們是怎麼樣錄播的課程，大家聽課呢沒有直接和老師的交流，是不是啊？有任何的問題不理解沒聽明白的地方，隨時給老師發微信，老師呢也會隨時解答大家的問題。好，再来看第二個，他隨時都準備接受挑戰，這樣一定是一個爭強好勝的人吶。他隨時都怎麼樣啊？只要有挑戰，我都接受。這只是一個例子，讓大家再更加深一下隨時的印象。好，看完了隨時，我們接着看下邊一個不斷，也是說時間的。時間怎麼樣啊？沒有停過，沒有斷過，一直都是這個樣子。這個情況啊，一直都在發生，是不是？你不斷的在努力，對不對？你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，不斷的努力。好，我們看看更多的例子。隨着社會不斷進步，人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了。
用了2個不斷，2次都來表示時間，时间是延續的，沒有停止的。社會進步，它一直都在進步，對不對？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也是一直都在提高。所以呀，隨着怎麼樣，人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了。在這裡再次強調，說了很多次了，隨着特別好用啊。隨着，一起再來讀一遍吧。隨着社會不斷進步，人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了。隨着，拜託大家記住吧。再看下一個，在我不斷的努力下，終於實現了目標。努力沒有停，誰努力？我努力。我怎麼努力？我不斷的努力，在什麼什麼下，放在一個介詞結構當中。終於啊 ，finally， 終於怎麼樣？很終於後邊就是說你經過了努力才實現了的東西，才出現了的情況，我們用終於強調一下。終於怎麼樣？實現了目標。所以說有目標一定要努力，而且需要你不斷努力。看下邊，跟不斷比較相近的就是一直，一直也是從開始到結束，時間一直在持續着，對不對？比如說你一直都在聽老師的課，表示一直就是從開始到現在沒有停過。去中國留學一直是我的夢想，我有一個夢想，馬丁路德金我的夢想是什麼呢？去中國留學。這個夢想從一開始從我想去中國留學的時候想學漢語的時候就有了，到現在還是我們說一直，它是一個直接時間延續的過程。再看，我一直相信怎麼樣？只要肯努力，一定可以成功。所以說這是一個觀點類的句子，我一直相信後邊也是可以表達你的觀點的。觀點是什麼？只要肯努力，只要一個關聯詞後邊說出來你的條件，條件就是你需要努力，結果呢一定可以成功。所以老師也一直相信，只要大家努力了，你們一定會通過 HSK 考試的。所以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一直努力。再看下一個，趕緊，一看時間就怎麼樣，非常緊張，是不是？你得立刻去做這件事情，我們說那就是趕緊。一接到領導的電話，他趕緊回到公司。先是接了一個電話，然後呢立刻馬上要你加班了，趕緊給我出現在公司，立刻馬上我要見到你，那他得趕緊回到公司。再看下一個，這份任務非常重要，需要趕緊完成。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，而且需要你在短時間內完成，你就需要趕緊做了，是不是？還有再舉幾一個簡單的例子，這些句子因為是要希望大家在書寫當中用的，所以老師用的可能是稍微難一點的句子。下邊呢說一個簡單的句子吧，比如說你想要參加這個月的 HSK 考試，今天呢下午5點之後你就不能再報名了。現在一看，已經4點半了，你是不是得趕緊去報名，對不对？就是你要在短時間內非常着急的去完成這件事情，那就是趕緊。再看最後一個，散步的時候突然下雨了，我們趕緊找了個地方避雨。交代清楚時間散步的時候發生了什麼？突然不是預料當中的，是時間很短一下子發生的，突然下雨了。所以我們趕緊找了個地方避雨。下雨了，你是不是得趕緊躲起來呀？
不然就被淋濕了，所以是用趕緊。好，接着再來看及時。及時呢，什麼意思？來看個句子，每次需要幫忙的時候，他總是及時出現。一需要他，他就出現了，非常及時。哎，你什麼時候需要呢？他就在這個時間出現了。所以呀，我們說在規定的時間之內，在你需要的時候，直接就在規定的時間內出現的東西，就說這是一個非常及時的，對不對啊？及時在這裡。再看，發現問題，及時改正，這邊錯了啊，才不會，沒有這個會，才手動給你們遮住，才不會產生更大的問題。哎，有問題的時候你要改正，改正你要怎麼樣？要及時改正，你不能拖，对不对呀？有問題什麼時候發現，你就要在發現的那個時候呀，短時間內給它改了，不能拖到今年，拖到明年，拖到後年，是不是？不拖，那就是及時。這樣呢，為什麼呀？因為只有你及時改正了，才，對不对？才怎麼樣？才沒有會。才不會產生更大的問題，這樣啊，它就是一個小問題，不會變大。再看下一個，非常快了啊，還有3個，我們堅持一下，把它聽完，把它學完。盡快呢，看到快了，那當然是需要你as soon as possible， 對不對？非常好。遇到問題一定要盡快解決，否則小問題可能會變成大問題。跟剛剛比較像，剛剛是及時，及時是需要你呀，一定要in time， 對不對？那時間非常短。那盡快呢，是需要你做的要快，這個是強調時間快一點，你快點做，所以兩個是有區別的。盡快解決，否則不然的話，否則怎麼樣？小問題可能會變成大問題，意思很明確了吧？不解釋了。再看立即，這個應該對大家來說不陌生吧？看一個句子，一聽到這個消息，他立即跑到醫院。一聽到就發生了這個動作，我們用立即。老師一告訴你說成績公布了，你立即去巴拉巴拉查成績去了，對不對啊？這個就是時間非常短，剛看到了剛聽到了這個消息，馬上立刻就怎麼樣啊？跑到醫院了。這個時候我們用立即。再多看一個，知道考試通過後，他立即打電話告訴朋友這個好消息。沒有和，為什麼老師又犯了一個錯誤？沒有和啊，在這裡跟大家道個歉，有2個字都寫多了。來，還是用手給大家擋着，不知道你們那邊能不能擋起來呢？好吧，我們直接看句子。知道考試通過後，也就是你參加了 HSK 考試，當你查到成績，發現自己考試通過了，這是一個好消息呀，你得怎麼樣啊？立即打電話。剛聽到這個消息，馬上拿起電話來，打電話告訴朋友，這個好消息，是不是？剛知道了，你就拿起手機撥通了朋友的電話，告訴他們我 HSK 考試通過了。我們說用立即。最後一個，終於到最後一個了，陸續。陸續是什麼？陸續我覺得考察的可能性可能不會特別大，放在這裡呢是希望也是一個大綱詞，希望大家有個印象，就是陸陸續續的。8點鐘開始，我們8點鐘開始9點鐘開始考試，大家呀有的8點來，有的8點一刻來，有的8點半，有的8點40、45、50，你們呢不是一個時間到的，你們是一個一個的3、3、2、2的，對不對？陸續到的。這個呀就是時間方面，大家陸續都到了，到9點鐘的時候你們都到了，但你們不是一起來的，你們是從8點到9點這1個小時內3、3、2、2的慢慢的，今天一會兒一個，一會兒2個，這樣陸續到的，我們就用陸續。
再看一個，那天我們陸續從學校出發，去博物館參觀學習。我們沒有用一起，我們用了陸續，說明你們吶不是一塊兒走的，你們是一波又一波，對不對？我們陸續後邊呢介詞結構，從學校出發，是從哪兒走的呀？從學校走的，去哪兒了？去博物館做什麼了？參觀學習。好了，這個呀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怎麼寫句子，兩個非常重要的詞啊，兩類非常重要的詞，一個是形容詞，一個是副詞。形容詞呢，給大家說了4個句型，希望你們吶看到形容詞，用這4個句型呢多想一想，寫一個長句子出來。第二個呢是說了副詞，對不對？副詞分了2大類，第一類啊表示語氣，第二類呢是表示時間的。也希望大家課後可以多看一看，多練一練，多回想回想，希望你們可以記得更牢一點，考試的時候直接拿出來使用。最後，同樣的，祝大家呀考試順利，我們下節課再見。